G20可以说是这次航展上最秀的仔了，不是把天都给捅穿了吗？我们通常呢将它跟美国的 F-22、F-35和俄罗斯的苏57一起叫做第5代战机，或者也可以更为通俗的叫它们隐形战机。但你知道吗 ？G20其实一点都不隐形啊！千万别误会啊！不光 G20不隐形，其他那几架隐形战斗机当然也不隐形了。他们不隐形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可以在已经服役了数十年的早期预警系统上轻松的被发现。他们甚至连民用机场的交通管制雷达都躲不掉啊！只要进入了人家的探测范围，就很难不在人家的屏幕上跳动。关键是我说的这些情况呢，都是这些5台机在完全开启了隐身模式的情况下发生的，跟有没有打开弹舱，跟有没有外挂油箱毫无关系啊！这就奇怪了，他们不是隐形战机吗？他们不应该对雷达而言是隐形的吗？这是个好问题啊！那么答案就是：第一，隐形战机呢，只是极大的减小了自己暴露在雷达面前的界面而已，比如从一堵墙缩小到了一块砖，但砖它小归小，还是在那儿的嘛。第二，即使是缩小术这样的把戏呢，也不是对什么雷达都灵的。比方说，对这样的米波雷达，或者是对空管的 L 波段和 S 波段这类波长较长、频率较低的雷达，那就都不怎么灵了。为什么呢？因为隐形飞机除了靠造型散射雷达波，另外一个重要的手段呢，就是靠涂层来吸收雷达波了。但是其吸波能力是建立在涂层厚度与雷达波波长的对应关系上面的，它只能吸波长比它的厚度要窄的波。这就很好理解了啊！你说你雷达要是发射个波长1厘米以内的超高频波，我还能涂上1厘米厚的涂层给你吸收掉。那你要说来个米波，飞机上能涂1米厚的涂层吗？所以肯定就吸不掉，那肯定就能反射一点回来，让我把你看得到嘛。其实呢，这也就是现在世界上那些著名的反隐身雷达的工作原理了。比方说俄罗斯的 Label M 雷达系统和我在珠海航展上拍到的咱们的这个大家伙，他们都是利用波长在1米左右的 VHF 和 UHF 波段来实现对隐形战机的有效捕捉的。咱们的参数没有啊，但据说俄罗斯的 Label M 呢，可以在350公里的距离下探测到 F117。好，那么隐形飞机还隐个啥呢？都被人看到了，不就是个皇帝的新衣了吗？还真不是的啊，这里又藏了一个误区。现代隐形战机的真正目的其实是延迟或阻止对方能够提供武器级锁定的雷达探测。换句话说就是可以将导弹准确的导向目标的那种雷达探测了。因为能够发现隐形战机的低频雷达是无法提供这种精度来引导武器的。所以结果就是大多数国家都有能够识别其领空内隐形战机的预警雷达系统，但他们只是缺乏有效瞄准这些战机的手段。只有将这些雷达与其他更精确，但是也看得更近的系统结合起来使用，隐形战机的威胁呢，才能够真正得到破解嘛。而且是有限的破解啊！刚才我们说的，在350公里外就能看到 F117的 Label M， 据估计要来的是一架 F35， 它就得要等到人家飞到32公里的范围内，才能够启动武器级的瞄准了。